你敢相信有人靠着股票交易从160万日元翻到2000亿日元吗？8年内从当初在便利商店打工辛苦存下的160万日元，变成200多亿日元，约台币43亿。而这一切都要感谢他当初决定不去上班。这个人不爱社交，不上班，甚至差点当按摩师，最后却变成传奇交易员。但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在家里靠一套方法默默赚钱。他不止衣食无忧，还能在寸土寸金的东京市中心买豪宅、开超跑，甚至孝敬父母，让他们过上安稳的晚年生活。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日本散户之神，被称为日本股神的 BNF 小手川隆。据说他现在的个人资产已经突破2000亿日元，约台币400多亿，甚至连日本首富软银创办人孙正义都曾经主动请他吃饭，想要委托他管理自己的资产，但小手川隆直接拒绝了。到底他是怎么办到的？你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这些资讯可能会颠覆你对交易的认知。在这支影片，我会揭秘他的独门操作手法，告诉你他是怎么用160万日元翻到218日元的关键技巧。虽然他的交易方式与我大相径庭，但有些观念是不管何种策略的交易者都必须要懂的，所以还是可以听听看，把你觉得有用的观念运用上去，觉得没用的就当听故事就好。不止如此，我还特别为你准备了一个工具，可以帮你自动找到买卖点、止损点、止盈点，甚至还能提醒你该买还是该卖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，不盯盘、不短冲，只赚大波段的频道。小手川隆的背景与早期人生，一个未来能在股市上赚进2000亿日元的天才交易员，从小就是个数学神童、金融怪物吗？错，小手川隆不是什么名校毕业，甚至他年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干嘛。对，你没听错，这位传奇交易员差点去当按摩师。小手川隆年轻的时候不是什么金融精英，他只是一个不太喜欢上班，也不太会跟人社交的普通人。他试过很多工作，但都做不久。最后，他干脆想说，算了，还是去当按摩师好了，至少不会被骂。反正每天帮人家按摩，手法练熟了就行，不用跟老板应酬，还不用被主管逼 KPI。但问题来了，按摩师这行说起来轻松，实际上要考证照，要学技术，还要真的喜欢跟人接触。但小手川隆完全不是这种人，他是 I 人中的 I 人，平常几乎不太讲话，最喜欢待在家里玩股票。他的兴趣就是盯着股市的数字跳动，看涨跌，研究走势。就这样，他开始小试身手。一开始只是玩票性质，用自己的零用钱买一点点股票。结果呢，没过多久，他发现自己好像真的有点天分。他慢慢发现自己能从市场上的细微波动中找到规律，这让他开始有点上瘾。每天起床第一件事不是刷牙，不是吃早餐，而是打开电脑看股票走势。连睡觉前还在想，今天这只股票明天开盘会不会跳空？于是他做了一个改变他人生的决定。算了，按摩师我是不当了，反正我就试着靠交易赚钱看看吧。于是他把自己仅存的160万日元全部投入股市，而这就是传奇开始的地方。接下来他是怎么从160万日元变成2000亿日元的？他的交易策略真的可以被学吗？还有他究竟是如何在市场上封神的？小手川隆的交易风格与封神之路，160万日元变成2000亿日元，这是什么概念？换算一下，这等于资产暴增12万5千倍，你能想象吗？如果你今天户头里有1万块台币，照这个成长率，最后你会有125亿，这根本是现实版股市休闲吧？你以为他是扛着巨大风险交易无脑 all in 吗？谁会这么笨去 all in？ 小手川隆的交易方式其实比大部分散户还保守，他的核心交易策略其实只有4个字：短线套利。简单来说，他不是赌长线，不是研究财报，而是专门找市场上的短线漏洞。等等，短线，这不就是每天盯盘那种吗？这么多人玩短线，怎么只有他能赚这么多？好问题，这就是小手川隆可怕的地方。他不是单纯玩短线，而是极限放大胜率。来，我们拆解一下
小手川龙的交易有3个关键：第一，极高的胜率。普通散户短线交易胜率60% 都算高了，但小手川龙胜率高达80% 到90%。你没听错，他几乎每10次交易就有8到9次是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只做最有把握的交易。等一下，这不就是废话吗？谁不想做最有把握的交易？嘿嘿，关键来了。一般人是感觉有把握就下单，但他是用数据去验证有没有把握。小手川龙每天分析上千笔历史数据，找出某些股票在特定条件下的短线走势，只要这些条件出现，他才会出手，不符合条件宁愿不交易。第二，极高的交易频率，高胜率加低交易频率等于赚得慢，低胜率加高交易频率等于赔很快。但小手川龙是高胜率加高交易频率，他一天可以下几十笔交易，因为每笔交易胜率超高，所以一整天下来稳定累积获利。这跟赌场的概念一样，你看赌场不会每一局都赢，但只要整体胜率高，长期来看一定赢。第三，绝对的纪律。小手川龙的规则是不符合条件绝对不下单。有没有这么狠？真的能忍住？因为忍不住就赚不到钱。小手川龙曾经在股市上4个月不交易，因为他认为没符合条件就宁愿休息。你能忍住4个月不交易吗？根本很难吧，尤其习惯做短线的人，一天没下单，就像整天没尿尿一样，让你各种忍不住了。所以这也是他跟普通人的差别。他的交易不是靠感觉，而是靠规律。他的出手不是因为手痒忍不住，而是单纯因为没看到机会。有些人可能在想，那现在 AI 这么强，这种短线套利 AI 不能做吗？你以为这么简单？ AI 可以分析数据，但 AI 无法解读市场情绪。有时候一个小新闻，一个突发事件会让市场瞬间变盘，这些变数 AI 读不懂，但小手川龙可以。他曾经说过，市场的情绪 99% 是可以计算的，但 1% 是不可计算的，而这 1% 才是交易制胜的关键。所以小手川龙的成功不是因为运气，也不是因为自以为手气好的 all in， 而是胜率极高的策略加纪律，再加上交易频率，这就是他封神的原因。小手川龙如何从 JCOM 错账事件大捞一笔？2005年12月8日，东京证券交易所发生了一场历史级的交易事件。瑞穗证券，一家日本知名投资银行，因为一个手滑，损失超过400亿日元，这是金融史上最昂贵的出错字事件。但这场灾难对某些人来说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男人，也是本集影片的主角小手川龙。这天 JCOM 人力资源公司准备 IPO， 市场情绪高涨，投资人摩拳擦掌，准备大干一场。瑞穗证券的交易员负责执行这笔交易，理论上应该是每股61万日元，但输入的时候他手抖了一下，输成了每股1日元61万股。这个价格有多荒谬？想象一下，一栋东京市中心的豪宅被挂出来卖1日元，还不限购，市场瞬间炸裂。投资人一开始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但资深交易员马上看到跳楼大拍卖的机会，买它，疯狂捡便宜。这时，小手川龙已经盯上这场历史性的乌龙事件。小手川龙的猎杀时刻开始，市场陷入疯狂时，大部分人会慌，但小手川龙不一样，他专门捕捉市场失误带来的暴利。当 JCOM 的价格异常暴跌时，小手川龙立刻大举买入。只是他的操作与一般散户不同，他知道这种错误不可能持续太久，市场很快就会发现瑞穗证券的失误，股价一定会迅速回弹，所以他的策略只有一个：极短线进出，快很准。小手川龙的手速极快，在价格仍处于超低点时，大量买进 JCOM 股票，并在几分钟内高价抛售。结果不到几分钟，他的账户瞬间暴增数十亿日元。这场交易让他赚得盆满钵满。当瑞穗证券发现这场错误时，已经为时已晚，交易无法撤回，损失直接锁死。东京证券交易所后来修改了规则，但对小手川龙来说，他已经完成了教科书级别的战役。这场交易也让他声名大噪，也代表一件事，就是市场的每一次大事件都是顶尖交易员的机会。所以下次当你看到市场诡异的价格波动时，记住小手川龙的故事，也许那是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。这样讲完，你应该有发现到吧？短线交易根本不是普通人能玩得好的啊！所以如果你已经幻想多年想靠短线操作发财，那应该先问问自己，
你有办法像他一样遵守纪律吗？如果没把握自律，那还是老实做波段吧。波段才是平凡人创造财富的捷径。如果你对自己的判断没把握，你可以用超直觉软体协助你在盘中更果决地做出正确决定，大幅降低你的犹豫时间，及时地搭上顺风车，不用绑在电脑前面，电脑、平板、手机各种装置都随时打开来使用，不会看筹码，不会看背离，不会看撑压，不会看强弱，就让软体给你提示。小手川龙的交易法则，普通人能学到什么？那么小手川龙是靠着什么独门交易法则征服市场的？我们就来拆解小手川龙的3大交易原则，看看普通人能不能学会，甚至复制他的成功。交易法则1：大跌隔日专找超跌反弹。等等，大跌不是很危险吗？怎么还敢进场？这就是小手川龙的关键策略，专找恐慌过度的股票，隔日超跌反弹。举个例子，某天市场因为一条负面新闻暴跌，整体跌了 5%， 但某只股票却瞬间崩了 20%。这时候小手川龙会问自己2个问题：一，这家公司真的出了大问题吗？还是市场情绪性错杀？二，这种跌幅隔天会不会有短线资金捡便宜，来一波报复性反弹？如果他认为这只是市场过度反应，第二天稍微开低一点，他就敢进场。所以他其实不是乱赌，而是靠市场的集体恐慌来赚钱吗？没错，这招叫做超跌反弹策略。而小手川龙的胜率据说超过 80%， 因为市场短期内总是会犯错，他就是利用这种错误定价来捡市场给的便宜。交易法则2：短线操作绝不恋战。普通人输钱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赚一点就卖，赔钱就死撑。而小手川龙的策略完全相反，他只做短线爆发，不会爆太久，因为时间拖长，变数就变多。他的原则是：第一，目标 5% 到 10% 就出场；第二，不过夜不留仓；第三，一旦走势不对，立刻停损。也就是说，他的操作方式根本就像一个冷酷的机器人，该跑就跑，该砍就砍，绝对不手软。所以他不是靠压大赚大，而是靠稳稳赚无数次累积获利吗？没错，这种模式才能在市场长期生存，不然就是靠运气而已。交易法则3：绝对顺势，不跟市场对着干。很多散户犯的最大错误就是逆势操作，比如市场一片大涨，他觉得这肯定是泡沫，结果提前放空，然后被嘎爆；或是市场一直跌，他却一直觉得跌太多了，该反弹了，结果越捡越便宜，最后抄在半山腰。但小手川龙的风格是，市场在涨，他就顺势做多；市场在跌，他就找机会做空，从来不跟市场对着干，因为他知道市场短期内永远是对的。这跟一般散户的想法完全相反啊！没错，这也是为什么散户赚不到钱，而他能赚2000亿日元的原因。问题来了，小手川龙的这套方法，一般人学得会吗？答案是，学会跟实践是2回事。因为这套交易法考验的不只是技术，而是纪律。你敢在市场恐慌时进场吗？你能接受每天快进快出，不贪恋获利？你可以顺势操作，而不是自己当市场的敌人吗？如果这3点你都做不到，那么小手川龙的策略，就算学了，也没办法变成你的武器。所以说，市场还是残酷的，真正赚钱的永远是极少数人。但也别灰心，既然要踏入这行，就努力做到最好。在做总结之前，顺便提醒大家，我们超直觉软体史上最优惠活动已经开始，以订阅制的方式开启软体使用权限，随时可以取消订阅，随时可以停止扣款，不用一次付出大笔金额。活动截止日期到3月31号，超低优惠价只会有这一次哦！只要抢到优惠名额，即可永久享有85折订阅价，还有专属的群组讨论。可以在资讯栏里找到小帮手，抢先卡位。小手川龙的故事不只是一个普通投资人的成功案例，而是金融市场上短线交易的天花板。他的成功来自于极致的纪律控管、超人的反应速度，还有对市场的深刻理解。在 J-Com 错账事件中，他凭借精准的判断和闪电般的交易，在混乱中大捞一笔，证明了在市场的错误中，总有人能发现机会。而这场交易也让他从资深短线交易员变成了日本股市的传奇人物。不过，比起短线操作，波段的容错率要高得多，能够翻身的几率更高，这也是我们不建议短冲的原因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绍。如果你对于某个经济议题、投资商品、人物故事或产业有兴趣，都欢迎留言给我们，我们将会为大家整理出重要资讯。
连带融入基本面、筹码面跟技术分析，一起来挖掘具有长期波段潜力的投资标的。当你希望在你达到财富自由时，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，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，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，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。辛苦可以一阵子，而不该是一辈子。不盯盘，不短冲，只做趋势盘，这是我的理念。我是麦门，我们下次见。